与持续1个月时，专家还在强调这只是罕见气候，但航班停运，交通中断，全程停水停电，邻居为抢水头破血流。我知道灾难降临了。我叫陈默，一个普通上班族。工作教会我一项关键能力：从海量信息中识别危险信号。手机天气预报早已瘫痪，只剩加载图标在徒劳旋转。偶尔刷出的本地新闻里，主持人穿着雨衣站在齐溪深的污水中，用亢奋的语调宣称：这是百年一遇的强对流天气，救援已在路上，呼吁市民保持冷静。我关掉手机，望向窗外。浑浊的洪水吞没了小花园，汽车指路车顶，空气中弥漫着土腥、腐败与绝望混合的湿冷气息。第3天，雨变成了铁锈色，落地泛着油光。紧接着，阳台上那盆绿萝一夜枯萎，叶片焦黑卷曲。我不再相信专家，立刻打开所有购物软件，疯狂下单：大米、面粉、压缩饼干、罐头、纯净水，所有能长期储存的食物和饮用水，有多少买多少。接着是电池、蜡烛、打火机、急救包、抗生素、感冒药，甚至囤了几大包兽用消毒粉。信用卡3天刷爆，储蓄彻底清空。最后一个快递员送货时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疯子，他抱怨：雨再不停就完了，这可能是最后一趟。我递给他1包烟和1瓶水，提醒他路上小心，最好自己也备点吃的。他咧嘴一笑：我们送货的哪用凑这个？我没再说话。很快所有人都会明白，食物将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的硬通货。幸运的是，我在郊区有间从爷爷那儿继承的老式便利店，它位于老旧小区入口，地势高出周边2米多，从未被淹，这成了我的诺亚方舟。我像蚂蚁搬家一样，花了2天时间，把全部物资从出租屋转移到便利店。最后，我用钢管和木板从内部死死顶住卷帘门和后门，站在堆积如山的物资中间，听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嘶吼，一种诡异的安全感包裹了我。我赌对了。第10天，全城停水；第12天，大范围停电；第14天，也就是昨天，手机信号彻底消失，世界被雨幕隔绝成孤岛。我蜷缩在便利店2楼的小隔间，爷爷当年的休息室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一扇能望见街道的小窗。楼下洪水已涨到1米深，浑浊如泥汤，街道死寂，偶尔飘过沙发、木板，甚至一具泡得发白的宠物狗尸体。我打开午餐肉罐头，用瑞士军刀切下1块塞进嘴里，冰冷油腻，带着铁腥味的肉，此刻却是无上美味。我边吃边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居民楼，那里正上演着末日序章。3楼住着一对熟悉的夫妻，男的戴眼镜斯斯文文，女的挺着大肚子，总见他们牵手出门，恩爱非常。此刻，男人正趴在阳台栏杆上，用一根晾衣杆拼命去够飘在水里的一箱方便面，箱子被水泡得发胀，眼看就要散架。妻子在他身后焦急地扶着他的腰，男人几次尝试都差一点，他急了，大半个身子探出去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向前扑倒。妻子尖叫着死死抱住他的腿，两人像挂在阳台外的蚂蚁，在风雨中飘摇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打开1包泡面，在窗边晃一晃，就能换来任何东西。但我的物资是用来换命的，不是换几句感谢。最终，男人被妻子拖了回去，两人瘫坐在阳台，抱着那根空荡荡的晾衣杆，脸上只剩绝望。那箱方便面在水里打了几个转，彻底散开，红红绿绿的包装袋无声地飘向未知的远方。我放下望远镜，面无表情地吃完最后一口午餐肉，饥饿正一步步逼近，成为压垮骆驼的第1道难关。夜幕降临，雨声依旧猛烈，黑暗吞噬了所有光线。咚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身体一僵，抓起枕头边的撬棍，轻手轻脚地走向1楼。那声音持续不断，节奏诡异，不急不缓。有人吗？开门，我看到灯亮了。一个男人的声音穿过卷帘门和雨幕，显得模糊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。我保持沉默，在断水断电断网的环境下，任何亮着灯光的屋子都像黑夜中的诱饵。我知道里面有人开门，我们是来求助的，还有警察。那声音提高音量，夹杂着不耐烦和威胁。警察，我心里冷笑，这种时候他们的身份可能比黑帮更危险。我悄悄靠近门缝，透过下方缝隙向外张望，只见一艘冲锋舟停在外面，水波荡漾，舟上站着3个穿雨衣的男人，手持手电筒，光束在卷帘门上晃动，十分刺眼。领头的男人身材高大，他掀开雨衣帽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，他是我们片区的赵铁峰警官。我因办居住证和他打过交道，平时显得豪爽热心。他身旁2人我不认识，但眼神凶狠，手臂纹身暴露，绝非善类。陈老板，我认出你了。赵铁峰的声音再次传来，你开便利店吧，开门吧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互相帮一把，我们只想要点食物和药品。他的语气听起来诚恳，我却从中嗅到一丝贪婪的气息。我依然一动不动。沉默笼罩了大约1分钟，突然一个声音响起：妈的，敬酒不吃罚酒。那是赵铁峰身边的纹身男，他烦躁地催促：赵哥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撬门吧。赵铁峰没立刻接话，而是用手电筒仔细扫过卷帘门，重点检查门锁和边缘。他开口说：别急，这门从里面加固了，撬不动。他顿了顿，嘴角似乎掠过一丝冷笑，补充道：不过我记得他爷爷建这铺子时，在后面留了个通风口，很隐蔽，就在下水道旁边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想到这些天的混乱，航班全部停运，通讯完全中断，停水又停电，暴雨已经持续了1个月。
专家还在反复强调这只是罕见的气候异常。楼下邻居们为了一箱矿泉水打得头破血流，却不知天塌了。爷爷去世后，我曾打算翻新店铺，研究过建筑结构图，发现那是一个砌在墙里的老式通风管道，出口藏在后巷的废弃杂物堆后，因为洞口太小，成年人根本钻不进去，我就没当回事。可现在，这个被我忽视的小细节成了悬在我头上的刀。我立刻冲上2楼，闯进堆满杂物的储藏室，发疯般搬开那个破旧木柜，柜子后面墙上赫然露出一个约30厘米见方的方形洞口，被生锈的铁栅栏封着，但固定螺丝已经松动的厉害。这时，外面传来金属敲击石头的声响，还有男人们压低的交谈声，他们在搜寻通风管道。我的思绪急速飞转，封堵根本没用，对方肯定备有工具，撬开只是早晚的事，投降更是绝无可能。一旦暴露我这里资源丰富，又独自一人，我绝对会被吃的渣都不剩，必须想出法子让他们知难而退，甚至永远不敢靠近。我扫视周围，视线停在角落的一桶物品上，那是前些年仿百蚁时买的工业酒精，还剩不少，边上堆着我存下的受用消毒粉，主要含高锰酸钾。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海成型，我将酒精桶挪到通风口旁，拧开盖子，刺鼻气味立刻弥漫开来。接着，我拆开一包消毒粉，谨慎地把紫黑粉末倒进铁盘，摆在通风口正下方。化学课我认真听了，高锰酸钾和酒精混合会引发剧烈氧化，瞬间爆出高温和火焰。准备完毕，我找来一根长竹竿，藏到储藏室门后，心砰砰直跳。外面撬铁栅栏的声响越来越响，找到了，就在这儿。一个激动的声音喊：“该死，这么窄怎么进？让瘦猴来！”赵铁峰的声音。很快，一阵窸窣声传来，像老鼠在管道里爬行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手心全是冷汗，紧握竹竿。当那个绰号黄三的瘦小男人头从通风口伸出的刹那，我出手了。我用尽全力，用竹竿猛力一戳，目标是那个盛满酒精的塑料桶，而非直接攻击对手。哗啦一声，半桶工业酒精倾倒而下，精准洒在下方盛放高锰酸钾的铁盘上。滋啦一声刺耳响动，紫黑色粉末与液体接触时，一团蓝紫色火焰猛然爆裂，炽热高温瞬间引燃通风管道。一声凄厉哀嚎从管道中传出，黄三的头部被烈焰吞噬，化为扭动的火球，火焰逆流倒灌至后巷。赵铁峰他们惊恐叫骂，四散奔逃。我背靠墙壁大口喘息，鼻腔充斥蛋白质焦糊与酒精的恶臭，毫无喜悦，止于劫后余生的虚脱感。这火焰驱走了敌人，却也彻底暴露了我的踪迹。自今夜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只求守护物资的平凡人，化身为守卫宝藏的恶龙。拖着疲惫身躯，我返回2楼休息室，透过窗缝窥探外界动静。赵铁峰的冲锋舟已不见踪影，但我丝毫不敢放松警惕，整夜守在窗前，直到次日黎明微光出现，雨势渐弱，才敢和颜小憩。我梦到雨停了，洪水退去，城市重现繁华。我走出便利店，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，街上的行人对我微笑，感谢我在末日中的庇护。接着，我瞧见前女友叶凌霜站在街角，穿着白裙子对我笑。当我朝她走去时，她的笑容突然僵住，七窍流出黑血。我吓得一身冷汗，惊醒过来。窗外雨声更大了，楼下传来一阵更乱的骚动。我抓起望远镜一看，这次不是冲锋舟，而是成百上千的人从淹水的居民楼里游出来，淌着气胸深的水，像受惊的蚂蚁群，密密麻麻的朝我这边涌来。他们的目标就是我的便利店，领头的是个熟悉的身影。昨天试图用晾衣杆捞方便面的男人，他怀里抱着怀孕的妻子，他脸色惨白，双目紧闭，似乎昏迷了。男人脸上混杂着绝望、乞求和疯狂，后面的人群也个个如此。他们是来求生，也是来抢劫的。我明白麻烦大了。面对赵铁峰那几位，我尚能施展计策或强硬手段，但当上百名因饥饿绝望而疯狂的民众出现时，任何谋划都变得无力。他们如同洪水般涌来，足以瞬间摧毁我这艘小船。门外，人们高声哀求开门，声称里面储有食物。其中一名男子抱着怀孕的妻子，声音沙哑地撞击卷帘门，一次次撞击使整个便利店震动。更多人加入推撞行列，他们用手、脚从水中捞起的木板和杂物，制造巨大噪音。我捂住耳朵，努力保持冷静，坚决不能开门。一旦开门，秩序将立即瓦解。他们会像蝗虫般掠夺所有物资，甚至为最后一点食物互相残杀。而作为守卫者，我首当其冲。然而，目睹那男人怀中濒死的孕妇，我的心不禁抽痛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后方出现骚动，赵铁峰的冲锋舟返回，船上除了他和另一名纹身男子，还多了一个瘦高如竹竿的年轻人，手持扩音喇叭喊道：“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”赵铁峰的声音通过喇叭清晰传遍街道，躁动的人群渐渐平静，所有人转向注视他。在这个末世中，一艘冲锋舟和一个扩音器象征着权力与秩序。作为警察，我理解大家的饥饿与困境，但暴力绝非解决之道。赵铁峰严肃地喊道。店老板沉默囤积了大量物资，却见死不救。昨晚，我的一名同事试图为社区寻找药品，竟被他活活烧死在店内。人群顿时哗然，眼神从乞求瞬间化为愤怒与仇恨。杀人犯，烧死他！他凭什么独占那么多食物？我心中冰冷，这招颠倒黑白，煽动人心。他把自己塑造成英雄，而我成了自私的恶魔。大家听我说。赵铁峰举手平息众怒。我已联系上级救援队，他们很快会到，但眼下我们必须自救，不能让里面的人看着我们饿死。我们要代表正义，要求他交出物资，统一分配。交出物资，人群的情绪彻底爆发，他们不再是哀求者，而是正义的讨伐者。那个抱着孕期的男人抬起头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卷帘门，仿佛要将其烧穿。赵铁峰满意地看着这一切，嘴角露出得意冷笑。接着，他从冲锋舟中拿出切割机，嗡嗡声响起，火花四溅，我瞳孔收缩，他们要强行破门。切割机轰鸣中，卷帘门裂开一道亮眼的缝隙，我瞬间失神。危急关头，一声枪响刺破雨帘，这声响沉重而陌生，惊住了所有人。切割机戛然停顿，赵铁峰紧张张望时，第二枪响起。这次我亲眼所见，水面在他脚边溅起水花，他怪叫跌坐冲锋舟里，人群陷入混乱，不知所措。
我急忙用望远镜搜索周围建筑，视线锁定街对面那栋最高的烂尾楼，顶层窗口黑影掠过，那人手持带瞄准镜的长枪，谁在相助？赵铁峰狼狈逃离现场，枪声平息了沸腾人群。他们惶恐望向烂尾楼，又畏惧盯着便利店，开始犹豫后退。抱孕期的男人望望虚弱妻子，再看向卷帘门，挣扎后求生本能占了上风。他咬牙待妻，艰难离去。人群渐渐散开，原本吞没我的危机就此化解。我背靠墙壁，后背已被冷汗浸湿，再次举起望远镜，望向那栋烂尾楼的顶楼，那里空无一物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内心却波涛汹涌。在这个孤立的城市里，有人持有这样的武器，刚才的枪声明显是在警告赵铁峰，他有什么意图？这比赵铁峰的威胁和饥饿的人群更让我心神不宁，我丝毫不敢松懈。那个神秘狙击手今天可能帮我，明天就可能瞄准我，我必须尽快查明他的身份。但当前我有更紧迫的任务。我走到卷帘门旁，透过切割机切开的缝隙观察，外面大部分人已退回居民楼，但还有几个人零星的徘徊在附近的水中，没有离去。他们面色蜡黄，眼神充满对食物的渴求，却又害怕那不知藏于何处的枪口。我知道机会降临了，不能再被动防守，我要将一些人拉拢过来。我返回仓库，取了一袋5公斤大米、一袋挂面和几瓶矿泉水。接着，我打开便利店门口的小投递口，通常用于传递报纸、牛奶。啪的一声轻响，在寂静街道上格外响亮。那些徘徊的人像受惊的兔子般猛地抬头。我没有现身，只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挂面从投递口推出，落在门口的台阶上。大家都惊呆了，目光死死盯着那瓶水和那包面，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几秒后，一个靠近的瘦高男子先反应过来，他猛扑过来，一把抢走食物，紧紧抱在怀里，警惕地扫视周围，生怕被抢。接着他朝我深深鞠躬，转身就跑。剩下的人眼睛发红，慢慢试探着靠近我的便利店。我没再拿出食物，通过投递口冷冷地说：“我这里有吃的，但不是免费的，需要交换。”一个中年妇女哭着回应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没钱也没首饰。”我停顿一下，提出条件：我需要药品，特别是抗生素和退烧药、电池、所有型号、工具如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还有人手。如果你有技能，比如医生、电工或力气大能干活，我能保证你每天的基本食物。药品和物资能换更多吃的，比如一盒阿莫西林换10斤米，一个能用的汽车电池换20斤，谁有？马上拿来！我的话像石头投入死水，人群沉默下来，互相看着，眼神游移。药品、电池这些以前随手可得的东西，现在和食物一样成了稀罕物。突然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他外表像个知识分子，但此刻显得十分狼狈。他扶了扶眼镜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我是市3院的医生，叫沈怀仁，我家里还有些备用药，女儿发烧了，需要退烧药和食物。”我心里一动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我问他有什么药，他说有头孢和一些布洛芬，不多，是之前应急备用的。我立刻答应，好，把你所有的药带来。我给你20斤大米、10个罐头和一整盒儿童退烧栓，还让你和女儿住进来。沈怀仁的眼睛瞬间亮了，他激动的嘴唇发抖，连连点头。这个交易像个信号，人群骚动起来，一些人跑回家找东西，另一些人围上来七嘴八舌的展示技能。我是修车的，力气大；我是体育老师，能打；我什么都不会，但能干活，只要给点吃的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很清楚，我正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自己的规则和秩序，核心是我和这间屋子。半小时后，沈怀仁带着5岁的女儿和所有药品来到便利店门口。我打开那扇加固过的沉重后门，阳光第一次照进我的领地。沈怀仁的女儿烧得很厉害，小脸通红，蜷缩在父亲怀里，像只生病的小猫。我二话不说，立刻拿出一盒退烧栓和干净温水，让沈怀仁给女儿用上。然后我把父女俩安顿在2楼那个曾是杂物储藏室的房间，我已简单清理过，虽简陋但能遮风挡雨。沈怀仁对我感激万分，差点跪下来。我扶起他，说明这只是交易，他用医学知识换来了活命的机会。我检查了他带来的药品，几盒头孢、2瓶布洛芬混悬液，还有些感冒药和创可贴，数量不多，但在当前环境下就是救命的宝贝。我把药分类整理好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有了医生，我就能处理伤病，这不仅能救治未来团队成员，还能作为高端服务换取更多资源。一整天，陆续有人到便利店门口想交易。周也自称是电子市场的技术员，他拖来一个大 UPS 电源，说充电后能提供稳定照明。我给了他食物，并安排他住在1楼，因为我需要懂电的人。更多人带着没用的东西来碰运气，比如发霉的旧衣服、煤气的打火机，甚至有人想用旧书换方便面，我都拒绝了。资源太有限，我必须确保每份物资都换来最大价值。冷酷，但必须这么做。到了晚上，我的王国里除了我，还有3位国民：医生沈怀仁和他的女儿，以及电工周也。周也是个技术高手，话不多，但动手能力强。他成功让2楼的 LED 灯亮了起来。当柔和的白光重新照亮这个小房间，沈怀仁的眼眶湿润了。女儿用药后退了烧，正熟睡着。我们4人围坐在小桌旁，吃着热乎乎的泡面。停电后，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热食。周也吸着面条，含糊地说：“如果找到汽油，他就能弄来一台小发电机，到时烧水或用电锅做饭都没问题。”我望着他，再看看身边感激的沈怀仁，心里知道我做对了第一步，不再是一个人。当我在建立规则时，难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。
深夜，周野在1楼值守，我在2楼窗口用望远镜巡查四周。突然，对面居民楼5楼的一扇窗后闪起微弱的光，像鬼火一样忽明忽灭。我立刻转向望远镜看去，那是一个男人拿着望远镜在看我这边，旁边另一个人手里握着对讲机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认出是赵铁峰，他换了藏身处，还有对讲机，这说明他们不是1、2个人，而是有组织的团体。我观察他的时候，他也发现了我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给我一个冰冷的、充满恶意的笑容。他举起对讲机说了什么，几秒后，我桌上一件东西突然响了起来，滋滋的电流声里，赵铁峰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陈老板，你睡了吗？”这声音来自一个儿童对讲机，是我今天下午用2根火腿肠从一个饥饿男孩手上换来的。我本来只觉得有趣，不料他们竟用这种简单工具入侵了我的避难所。赵铁峰带着讥讽的语气说：“今天你挺走运啊，陈老板，但好运结束了，现在你有2条路：第一，明早主动开门，交出所有物资的2/3，我保证你们安全；第二，他停了一下，声音转冷，我们自己来取，那时就不止2/3了，我会把你们绑在木筏上，让洪水带走，生死由天。”他又补充：“别想那个放黑枪的会救你，查清楚了，那只是烂尾楼的疯子，拿把改装猎枪，子弹快没了，帮不了你。”对讲机滋滋作响后陷入沉默，我紧握塑料对讲机，掌心发冷，窗外雨声不断，这次却像四周全是敌人。第二天天未亮，一阵剧烈摇晃惊醒了我，跑到窗边，景象让我心寒。几艘简易木筏用木板、轮胎和漂浮物扎成，正从各处逼近我的小店。每艘筏子上都立着几个手持棍棒和砍刀的男人，他们的神情充满了饥饿和疯狂的贪婪。赵铁峰的冲锋艇就在其中，仿佛一头领导杀群的狼王。他通过扩音器不断复述前一天的言辞，鼓动那些被他号召的暴徒冲向里面，声称有堆积如山的食物和水，谁先冲进去就能多得一份。这回没有未知的枪声来救我，沈怀仁和周野也跑过来，面色煞白。陈哥，咋办？周野的声音颤抖着，我没有回应，脑子飞速转动，硬碰硬。我们3人再加上一个孩子，就像以鸡蛋碰石头。他们已经开始用木棒撞打卷帘门和后门了，每一下撞击都让整个便利店摇晃不稳。我必须制造混乱，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。我的视线聚焦在赵铁峰的那艘冲锋艇上。周野，我冷静地说，如果我能搞到汽油，你有办法在5分钟内做出一个能抛掷并爆炸的东西吗？周野一愣，随即领悟了我的意图，他咬紧牙齿，坚定地点头。可以，只要有汽油和玻璃瓶，1分钟内我就能搞定。好，我转身冲向仓库。我记得很牢，为了防锈，我储藏的小农具里有一台微耕机，它的油箱装满汽油。我拧开盖子，用塑料管吸出珍贵的汽油，倒满了一个可乐瓶。我把汽油交给周野，他马上动手制作。没一会儿，一个简易的燃烧瓶就完成了。周野对我说：“陈哥，这玩意儿扔不了那么远。”他望着楼下30米外的冲锋舟，满脸愁容。我理解他的顾虑，于是从工具堆里翻出一样东西，那是我爷爷生前最爱用的强力弹弓，专门用来打鸟的。我小心翼翼地把一个燃烧瓶固定在弹弓上，然后走向2楼的小窗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窗户。楼下的暴徒立刻发现了我，兴奋地大喊：“他在那儿，快抓住他，用石头砸！”赵铁峰也注意到我，拿起对讲机，带着戏弄的口吻问：“陈老板，想通了，准备投降吗？”我没理睬他，从口袋掏出打火机，点燃了燃烧瓶的引信，火苗在风中轻轻摇晃。我拉开弹弓，瞄准那艘冲锋舟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我手中的小火球上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停住了。我松开手，燃烧瓶划破空气，留下一道橘色弧线，精准地落向赵铁峰的冲锋舟。赵铁峰的笑容瞬间僵住，他惊恐地大叫：“快跳！”但已经太迟了，燃烧瓶在油箱旁爆炸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火光冲天而起，整艘船被大火吞噬。爆炸的冲击波掀翻了临近的木筏，水面上的人像下饺子般落水，发出惊恐的尖叫。刚才嚣张的暴徒们顿时乱成一团，指挥中心被毁，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混乱。我接过周野递来的第2个燃烧瓶，点燃引信，拉弓射出，目标是人群最密集的一艘木筏。火焰又一次在水面绽放开来，恐慌如瘟一般扩散，人群尖叫着。魔鬼！彻底崩溃的暴徒们丢弃武器，疯狂逃离这片死亡水域。我立在窗边，手中最后一个燃烧瓶已空，宛如一尊沉默的雕像。楼下燃烧的船骸和水中狼狈挣扎的身影是唯一的景象。危机暂时解除，沈怀仁和周野激动地望着我，眼中满是崇拜与敬畏。但我内心毫无喜悦，看着水中挣扎的人，我深知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从此刻起，与他们的对立再无转圜余地，唯有你死我活。就在这时，余光扫到水面上一个漂浮物，在被炸毁的冲锋舟残骸旁，一个黑色的防水包随波起伏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那是赵铁峰的包，他一直随身携带，里面会是什么？我立刻命令周野，快想办法捞上来，这个包可能藏着赵铁峰的秘密，也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。周野找来长亮衣杆，顶端绑上铁钩，几经尝试，终于将黑色防水包勾了上来。包很沉，我拉开拉链，里面的东西让沈怀仁、周野和我同时倒吸一口冷气。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只有3样物品：一把手枪，旁边压着2个装满子弹的弹匣，一叠用防水袋密封的文件，以及一部卫星电话。我的目光死死锁住那把手枪，在这秩序崩塌的世界里，枪就是绝对的武力，它能保护我们，也足以招致灭顶之灾。接着，我拿起那叠文件，撕开防水袋，第1页纸上的内容让我的瞳孔骤然收缩。我拿到了一份最高机密的通告，
标题是深蓝事件的绝密文件，里面揭示这场全球暴雨并非天灾，而是源于一次代号为深蓝的实验事故。原本投放海洋的基因改造藻类，设计用于清除核污染，却意外变异失控，它们疯狂繁殖，大幅提高了海洋的蒸发量，引发了这场无休止的大雨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文件中指出这种藻类会释放神经毒素，随雨水渗入生态链，长期接触的生物将发生基因突变，变得异常凶猛。通告末尾还命令所有基层单位立即封锁消息，而签发日期就在暴雨开始的第5天。他们早就知情，却选择隐瞒真相，只为在普通人陷入混乱前牢牢掌控所有资源。赵铁峰就是执行这一计划的关键人物，他组织暴徒袭击我，并非为了公平分配，而是想抢夺我的物资，完成他的任务，或者说满足个人野心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刺骨的寒意。真正的危险不是自然灾害，而是人为的祸患。这时，周野的声音响起，他指着那台卫星电话问：“这东西能否联系外界？”我的心跳加速。如果能联系上所谓的进化部队，或许我们就有生还的希望了。我拿起那部沉重的卫星电话，外观坚固，电量充足。按下开机键后，屏幕很快亮起，却无信号显示。在通话记录里找到一个刚拨过的号码，我立刻重拨过去。电话接通时，传来刺耳的电流杂音。稍等片刻，一个冷静沙哑的男声响起，询问赵队状况和目标仓库是否拿下。我的心悬到喉咙，没出声。对方察觉异样，沉默几秒后警惕地问：“你是谁？赵队呢？”我深吸气，压低嗓音模仿赵铁峰的腔调，含糊地说：“出了意外，目标很猛。”对方明显吃惊，说：“情报只有一个平民，情报错了。”我加重语气说：“他拿着自动武器，我们伤亡惨重，急需支援，再次请求支援，必须夸大威胁来阻止他们行动。”电话那头长久静默，1分钟后，他重新开口，声音冷硬如铁，说：“没有支援，但给个建议。”“什么建议？”“那栋楼里除了物资，还有个女人，叫叶凌霜。”我的脑海嗡的一片空白。叶凌霜，我的前女友，她不是应该早就？她是关键人物。作为深蓝计划首席科学家的女儿，还是唯一从初始实验区逃脱的人。她身上或许携带原始毒株的抗体，并以此作为人质，要求仓库守卫投降。这是你唯一的希望。通话切断后，我愣在原地。沈怀仁和周也恐惧地注视着我。叶凌霜竟然还活着，就在附近区域，甚至可能在这栋楼内。叶凌霜是我的前女友，我们大学相恋，毕业后因我规划保守，她向往大城市发展而友好分手，之后保持间断联系。半年前，她加入一个远洋科考船的保密项目，预计长期停留。我最后收到的消息是她海边穿着白大褂的照片，说项目顺利，即将返航。随后暴雨爆发，我以为她和科考船沉没于洪水中，但那个冷峻的声音证实她幸存，并成为这场灾难的核心。赵铁峰及其上级的首要目标并非我的物资，物资只是次要，他们真正追寻的是叶凌霜。赵铁峰未向人群透露实情，可能是因为秘密过于重大，他不想更多人知晓，只想利用他们当炮灰，协助攻入我的便利店，找到叶凌霜。现在难题是叶凌霜在哪里？便利店空间有限，1楼为店铺和仓库，2楼有我的休息室及关押沈怀仁妇女的储藏室。我几乎检查了所有角落，不可能藏匿任何人。我的视线最终转向了地板。爷爷的便利店是栋独立的2层小楼，他提过建店时为了防潮，特意在收银台下挖了地窖，入口藏在一块木板后面。我跌跌撞撞冲下1楼，周野和沈怀仁满脸疑惑地跟着我。冲到收银台前，疯狂扫开杂物，用力掀开那块沉重的木板，一股阴冷潮湿的泥土味混着药味扑面而来，地窖入口露了出来。我拿手电往下照，地窖约3米深，堆满爷爷的旧家具和杂物。角落里有个人影，是叶凌霜，她头发凌乱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看到我时眼神震惊又恐惧，还带着一丝难懂的情绪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脱口问道。他没回答，只是裹紧身上的毛毯，警惕地盯着我身后的沈怀仁和周野。突然，沈怀仁惊叫：“陈哥，看他胳膊！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叶凌霜露出的手臂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，有些结痂发暗，有些红肿未愈，脚边散落着10几个空注射器和玻璃药瓶。沈怀仁迅速进入地窖，拿起一个玻璃瓶闻了闻，表情巨变，这根本不是药物。他抬头恐惧地望向我，惊呼：“这是镇静剂，浓度极高且数量庞大。”他并非在治疗，而是在自我注射。一个携带抗体的人为何要躲藏并大量使用镇静剂？他体内肯定有某种恐怖的东西正在苏醒。我忽然记起文件中的记录，长期接触这种雨水的生物会基因变异，变得极具侵略性。叶凌霜是从初始实验区逃出的唯一幸存者，她接触的是最高浓度的原始毒株。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湿透，看着地窖里颤抖的女人，那个我曾深爱的女人，我猛然醒悟，我带回来的或许不是希望，而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怪物，比外界的丧尸更可怕。我强压情绪，让沈怀仁上去照顾女儿，并吩咐周野守住入口，禁止任何人接近。我独自走下地窖，叶凌霜蜷缩在角落，像受伤的刺猬般警惕地盯着我。他们离开了吗？他颤抖着问：“谁在追你？”我试探道：“赵铁峰吗？”他点头又摇头，眼神迷茫。是他们，但又不全是。我脑子一片混乱。我看到他脚下的镇静剂空瓶，心头一紧，药物滥用正侵蚀他的神智。我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躲到这儿的？”他断断续续回应：“雨刚下时船出事，我掉进海里，抱块木板被冲到岸边。记得你说过你家有店在这儿，我就找来了，不敢敲门，怕引来别人，只好藏在这儿。”他的描述杂乱，但能拼出大概。我追问：“
为什么注射镇静剂？他猛地一抖，抬头死死盯住我，眼中血丝密布，恐惧的哀求。相信我，我不想伤害谁，可有时我管不住自己，感觉体内有东西要出来，他很饿，想撕开。话没说完，那未尽的恐怖让我脊背发凉，想撕裂新鲜温热的东西。他痛苦抱头，身体剧烈颤抖。我懂了，那抗体不是完美解药，虽让叶灵霜不像感染生物般彻底疯狂，变成攻击怪物，却压不住病毒本能、饥饿、攻击欲、对血肉的渴求，这些都深藏在他体内。叶灵霜紧紧攥住我的裤腿，泪水纵横地恳求道：“请在我彻底沦为怪物前了结我。”我心软迟疑之时，周野压低声音惊呼：“陈哥，快上来，情况紧急！”我顿时紧张，飞速冲上。刚出地窖，一股强烈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，奔到2楼，眼前景象令人震惊。储藏室门前，沈怀仁倒在血泊里，胸膛被重创，鲜血汩汩涌出。他眼睛圆睁，脸上写满恐惧和难以置信。他的5岁女儿已消失无踪。房间窗户敞开，雨水不断灌入。周野瘫坐在地，脸色惨白，颤抖地指向窗外：“是那座烂尾楼里的人物。”他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刚才一个黑影从楼顶荡过来，如蜘蛛般敏捷，杀了沈医生，抢走了孩子。那个神秘狙击手原先不是援助我们的吗？为何如此？”我冲到窗边，拿起望远镜，急切望向阴森高楼。在顶层黑暗窗口，我瞥见那黑影正抱着昏迷的女孩缓缓转身。他揭下兜帽，露出一张我无比熟悉的面孔，竟是早已身亡的黄三，赵铁峰的部下。他居然还活着。那天晚上，他通过通风管道成功逃脱，脸上烧伤严重，如同地狱来的恶魔。他面对我扭曲的笑着，举起一块白板，上面用红漆写着：“用那个女人换这个女孩。”我心中疑惑，为何他先帮我，后又抢孩子，杀害沈怀仁？我强压情绪，重新梳理整个过程。他开枪赶走了赵铁峰，随后看我招募人手，建立自己的防御力量。他意识到等待下去只会让我更强，于是直接动手抢孩子来要挟我。他的目标是叶灵霜，很可能偷听了我和神秘上级的对话，得知叶灵霜拥有价值抗体，一种能在末世生存甚至进化的终极武器。陈哥，怎么办？周野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我们要不要？他看向地窖方向，话说一半就停住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用叶灵霜交换孩子，一个神志不清、随时可能变异的女人，换取一个无辜孩童，看起来是简单决定。我走到地窖口，看见叶灵霜蜷缩在黑暗中，她似乎听到了声音，抬起头来，眼神不再恐惧，反而透出解脱的平静。去吧，他说，用我去换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我陷入沉默，理性思考表明这是最稳妥的方案。牺牲那个潜在威胁，换回孩子并稳住疯子黄三，但情感上我无法接受。他得到叶灵霜后，真会放过孩子和我们吗？我不敢冒险，必须另寻他法。目光掠过1楼货架，我注意到那几包高锰酸钾消毒粉。抬头对周野吩咐，去搜集全部酒精和高度白酒。接着看向地窖里的叶灵霜，想活命吗？他一脸茫然，想活就服从我。我的语气冰冷而坚决，你体内的不是诅咒，而是武器，我来指导你运用它。黄三约定的交易在第2天黄昏，我有1整天准备，让周野将酒精白酒混合高锰酸钾粉末，装入玻璃瓶，制成燃烧瓶和浓烟瓶。随后，我从赵铁峰包里取出手枪及弹匣，别在腰后。最后步入地窖，叶灵霜已停用镇静剂，药物失效，体内东西苏醒。他双眼布满血丝，呼吸急促，指甲在地上划出深痕，忍受剧痛，但目光锐利。我好饿。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我保持镇定，从怀中取出一个血袋，那是从沈怀仁急救箱里找到的备用血浆。我递给身旁的他，他一见血袋，如同沙漠旅人遇绿洲般急切夺过，用牙粗暴撕开，贪婪吮吸冰冷血浆，血水滑落嘴角，衬得他苍白面容异常妖异。引进整袋后，他的颤抖渐渐平息，狂躁饥渴被暂时压制，但力量和感官却大幅提升。我能看到皮肤下肌肉轮廓微微隆起，感觉如何？我问道。他抬起头，舔去血迹，露出诡异微笑。前所未有的好。黄昏如约而至，夕阳如血，将浑浊水面染成暗红。黄三提着昏迷小女孩出现了。人呢？他嘶哑喊道。我推开便利店后门，和叶灵霜一同走出，站在2楼平台。黄三看到叶灵霜，眼中瞬间闪起贪婪与占有欲。很好，他狞笑道，把她放到那边木筏上，你就可以离开，我会归还这小姑娘。他指着附近漂浮的空木筏，那是个陷阱，一旦叶灵霜踏上木筏，黄三便立即动手。我站在原地未动，抬手打了个清脆的响指。紧接着，周野在便利店1楼的窗口，一个接一个的抛出点燃的烟雾瓶，刺鼻的浓烟迅速弥漫，包围了我们4周的水域，视野完全模糊不清。黄三愤怒地吼道：“你找死！”他举起狙击枪，却看不见目标。就在黄三分心的那一刻，叶灵霜行动起来，他从2楼平台一跃而下，如同猎豹般轻盈，落地悄然无声。随后，他贴墙快速攀爬，直奔黄三所在的居民楼。黄三察觉异常，开始朝烟雾中胡乱射击，子弹擦过我的耳边，我毫不畏惧，举起枪对准黄三的方向果断开火。我的射术不准，但我不需命中，只为用枪声掩护叶灵霜，并表明我也有武器。枪击和爆炸交织，黄三的咒骂在烟雾中混乱不已。突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黄昏，是黄三的声音。烟雾逐渐散开，我看到楼底的情景，黄三倒在地上，身旁掉落着他的狙击枪，一只苍白的手紧紧扼住他的喉咙。叶灵霜跨坐在他身上，俯视着他，一只手扭曲成利爪，黑色的指甲刺入他的皮肉中。那个小女孩静静地躺在附近，毫发无伤。黄三恐惧的哀求：“别杀我，我把一切都给你。”叶灵霜一言不发，缓缓低头凑近他的耳畔，仿佛说了些什么。接着，他张开嘴，露出尖利的兽牙。我转过脸去，不忍目睹，随后一切归于沉寂。雨悄然停了，这是70多天以来的首次晴空。夕阳的余晖下，叶灵霜抱着孩子轻盈地从楼顶落回地面，站在我面前。她脸上和身上满是血迹，
但眼神透出一丝清醒。他把孩子递给我，低语道：“结束了啊。”我望着他和怀中的孩子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此时，一旁的卫星电话突然响起，我接起来，里面不再是沙哑的男音，而是一个甜腻却诡异的女子声：“祝贺你，陈默先生，你通过了最终测试，欢迎参与进化计划。顺便提醒，你抱着的小女孩和身边的叶灵霜，都是我们提供的初始样本。”